天翻地覆了，你居然还在这里恭贺朕！8万将士惨死，帝家满门忠良，沉冤10年，这些确实是因为韩家的一己私欲才酿成的悲剧。这些世子既然肯请命，那便是表明，他们相信大晋，亦相信陛下会以身作表，还帝家一个清白，还天下一个公道。你呀，几时学会说这漂亮话了？臣只是实话实说，陛下英明，向来从简如流，一教会臣，民心如水。臣也像这些世子一样，相信陛下会平了悠悠众口，让九泉之下的冤魂得以安息。太子，你也觉得是朕错了？陛下，陛下，帝大人求见。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讲。如今，太后忠义侯君已死谢罪，帝家的案子也是该有个了结了。但是帝家儿郎8万阴魂，如今还在西北青南山下游荡，还望陛下可以亲自前往，将8万阴魂迎回京城，向天下证明。帝大人请陛下亲自前往西北边境，接忠魂回京，臣深觉不妥。天子乃万金之躯，切不可随意劳动。臣身为储君，愿替陛下前往西北边境。你要去西北？是。臣愿免官图险，接忠魂回京。太子，陛下。帝家证明，阴魂回京，当使天下观之，万民知晓。先起来吧。是。朕会放了骆明熹，也会准你去西北，但朕还是有句话想要问你：直到如今，你还想取弟子园吗？臣此生唯愿尽心辅佐陛下，以求大晋太平昌盛。赵福，陛下，传朕的旨意。帝家之事，朕自觉见罪于黎民百姓。待帝家军阴魂回京之时，太子将免官图显，朕颁罪己诏，向天下人谢罪。谢陛下。
我已经问过大夫，说这几日你要饮食清淡，万不可食用辣的，也不可以饮酒。恢复的时候伤口会有点痒，我已经吩咐6个丫鬟天天围着你转，要是伤口痒你要挠，就打你的手。说的我跟小孩子一样，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养伤的。此次出来多亏了你，子渊，你已经独当一面了。他也来了。你能出来，也是因为他就向韩中远求了情。但是你也不用感激他们，毕竟你如今这副模样，也是拜他们一家人所赐。太子殿下，出来了便好。外面风大，别着凉了，还是上去吧。臣有伤在身，就不便行君臣之礼了。不必多礼。承蒙陛下的厚爱，我还以为我熬不过这流水的刑具，还是要多谢你送来上好的药，我才能活着出来。我只是举手之劳。走吧。骆明熙已被安全释放，韩仲远也决定下罪己诏。你家主人这步棋，可还有后招？我们相爷说了，弟子园煽动世子，齐聚重阳门前为他鸣不平。这招虽然奏效，却也行得凶险，已将韩地相争彻底摆上了明面。这弟子园如今的御心之术，早已不逊色于帝王将相。民意汹涌至此，想必这韩仲远定会对他更加忌惮。不错，相爷的意思，韩仲远如今刚下了罪己诏，对弟子园还不敢有什么动作，但我们可以帮他出手。狄小姐，大人他不让我告诉您他的身体状况，但想必您也看得出来，他真的需要休息。现在只有您说话，他肯听了。放心吧。多谢狄小姐。知道你有七窍玲珑心，但这账本什么时候不能看呀？子远，你是有话要对我说吧？你是不是在算计什么？你是不是不甘心？我只是在担心，陛下不过刚返，我便被送入大牢。如此看，韩家终会对你下手。我此前留恋过朝堂，但被你亲手拦住了。如今韩仲远对着万民亲下罪己诏，8万忠魂也很快会从青南山被接回来。我想你那时候说的没错，我不该在这里斗下去了。我那个时候对你说的话，是希望你不必为韩氏的朝堂负责。你注定是被韩氏忌惮的帝家血脉。你若不再向前一步，以图制衡韩氏一脉，帝家的悲剧，依我看，是绝对不会到此为止的。你在牢里伤得太重，这几天你就好好休养，
等我从西北回京，再来看你。安宁，太子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知道你近日心里难受，所以特地带了你喜欢的折云糕过来。还是我哥懂我，对我的口味了如指掌。坐。眼看你近些日子他的心神奄奄，我就想着，我这个妹妹啊，又要像小时候一样，靠哥哥的点心解忧了。安宁，你生性倔强，我真的担心你在京城会受伤。但是眼下看到你并未沉溺于自怨自艾，我很开心。从小到大，就哥哥最关心我。这天底下哪有不操心自己妹妹的兄长啊？更何况，你我生在皇家，无可奈何之事更多，要面对的抉择也更多。我既身为你的兄长，你不想做的、不愿做的、承受不了之事，我都会替你去承担。只是以后，你心里面有任何事情，都不准再瞒着我。对我这么好，我都舍不得回西北了。无论你是想回西北，还是留在京城，以后你都可以自由自在。陛下若是再逼你选驸马，哥哥会帮你，帮你去选择你喜欢的事情。那哥哥喜欢的是何人呢？成了储君，何谈喜不喜欢？其实我看得出来，紫渊对你是有真心的。你为了弥补前人的错，你所做的一切努力，我们都看得到。紫渊也一定能看到的。安宁，我做的再多，也无法弥补8万冤魂的遗憾；做的再好，也不能成为和他血脉相连的亲人。我如今所做之事，无关他的身份，只是想尽我所能，让那些因此事而受到伤害的人，能安然度过余生。哥哥，你大概都不知道，提到紫渊的时候，你连笑都是苦的。我装匣里少了不少首饰，各位姐姐打扫时可有看到？这位姐姐，你头上的这枚簪子好像是我的。你说是你的便是你的，你当初还说自己是帝家后人，太祖钦定的太子妃呢。就是，你是太子妃吗？现在的太子妃是谁呀？是你吗？请姐姐把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。这京城有什么属于你的呀？这院子是陛下恩赐给帝家小姐住的，你不过就是个路边的乞丐，连咱们这下人都不如呢。切，嚣张什么呀？你这个乞丐！
不清，他们欺负我，还偷我东西。什么？你们两个罪人如此嚣张！我姐姐在太子府里服侍的，我要去告诉太子殿下。这是承恩小姐住的地方，岂有你们在此胡闹？承恩小姐此前在宫宴中护驾有功，这远水阁是太子殿下亲自送给承恩小姐一个人的。你们再放肆一下试试！走吧，走吧。殿下说了，前尘旧事，不该牵扯无辜之人。他希望你可以忘记过去，继续生活在京城里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。可帝家一案已然昭雪，帝小姐看来也已经放下。琳琅，那你的仇能放下吗？10年前，你的兄长和父亲死在了青南山下，你的母亲思念成疾也过世了。我知你那日弹的安魂曲，并非只弹给安宁，也是弹给那8万永远无法回到故土的孤魂。如果这8万人的冤屈仅靠皇帝的一纸诏书便可以偿还，那我们10年的心血岂非白费了？可大人10年来呕心沥血，如今所剩时间已然不多了。正是因为我时日不多，我才不想浪费。我要陪他走完这最后一场，让他看清自己，不留遗憾，直到大清疆土再也没有韩氏皇族，直到本该属于帝家的万里江山不再被韩中原掌控的那一日，才真正能告慰那8万葬身西北的冤魂和地下先祖。那时候，他弟子元才真正有颜面可以回到青南山下，去告慰那沉睡10年的白骨。琳琅，继续帮我施针。这些日子也多亏你帮我施针，才让我面色看起来与常日无异。辛苦你了。时辰已到，请太子殿下、帝大人启程，接8万帝家军英魂回京。臣领旨。殿下，车辇已准备好，
请殿下和帝大人启程。院叔，准备另外一辆马车，我这就过去。是。等等，帝大人如若不嫌弃，请上我的车辇，我另备马车，随后赶来。殿下，如此重大的场合，您作为一国储君者，无妨。岂有让太子殿下相让马车的道理？帝大人还是与我同坐一车吧。骆明熙与帝子元同车而行，途中多经野林，此时正是动手的好时机。相爷，请殿下助我们一臂之力。笼络帝家旧部的事，有什么眉目了吗？殿下放心，此事我们已经有了线索。你怎么就这样跑过来了？不是说要好好休息的吗？我身为帝家旧部，青南山下也都是我的长辈，我当然要送他们一程。可这长途跋涉，你身体受不了可怎么行？我没事儿，琳琅已经帮我调理了几日，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比出狱时好多了？我这出行还得靠你的七窍玲珑心，知道路途艰苦，还帮我准备了这么宽敞的马车。因为我知道你不想面对他。布置的这么舒适的马车，又是暖炉又是毛毯的，殿下，这不是为我准备的吧？你近日功课不错，以此犒劳。殿下与我都不喜饮酒，那这个又是为谁准备的呢？一会儿中途停车歇息时，你将这2壶酒都送到骆大人的车上。快变天了，他们应该会需要。殿下让我来，是为了能给安乐姐送东西啊。算了，骆大人心细如发，准备的也该比我周全。我不是恨他。我只是不想见他，但我相信，他一定会是一个好的储君，会善待帝家的后人。善待？难道那些历经了丧夫丧子的妻子老母，仅得一道圣旨，几十贯银钱，这就叫善待？好像天色阴下来了，似乎要下雨。子元。你是帝家后人，也就应该有当年帝家家主翻云覆雨的魄力。殿下可还记得，下江南的时候，安乐姐让我与你们同坐1年，其实她是为了让您能安心合眼，她心里是有您的。殿下和安乐姐携手破案，惩奸除恶，何其的默契啊！当殿下于万民的欢呼声中牵起安乐姐的手时，我又是何其的羡慕。您2人出生入死，情深义重，和当年的太祖与帝家家主比起来，也毫不逊色的。殿下，您心里明明是记挂着安乐姐的，既然陛下的罪己诏也下了，也答应迎回帝家的将士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和好如初呢？因为他从来都是帝子元，而不是任安乐。我宁愿他是靖南女睡妃，宁愿他粗俗不堪，不通文墨。我宁愿我曾经放在心上、珍而重之的女子任安乐，便是他的全部人生。我有时候就在想，这世上若是没有帝子元便好了。
实可笑的是，帝子园一直都在，而不存在的，是我放在心底的任安了。小姐，骆大人，马车陷入泥坑了，一时之间恐怕难以继续前行了。天降大雨，队伍暂且休整。太子殿下请帝小姐和骆大人下车避雨。找几个力气大的侍卫来推车吧，我就不下去了。小姐，道路泥泞，侍卫们还要更换车辇的雨具，咱们在车内多有不便。要不您还是下车避雨吧。我们下去吧。都淋湿了。郭大人，这春雨太凉，打在身上容易受风寒。你让帝大人稍微挪个位置吧。无妨，我看这雨也下不了多久。他既不愿过来，又何必强求他？殿下，天气太凉，我给您拿些衣服来吧。又是何苦？这么大的雨，让我想起我们在靖南的时候。是啊，小时候经常下雨，你就会带着我在雨里一起奔跑，弄得满身都是泥巴。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雨，才能浇灌出那么美的长丝花。等一切事成之后，我们回靖南不好吗？雪啊，你知道我每次在凌香楼听到外面的欢声笑语，我都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这京城可真好，文才汇聚，歌舞升平。可我们靖南的百姓何时见过这样的日子？
韩燕，你知道青南山下埋的都是什么人吗？那些尸骨都是晋南百姓的丈夫、父亲、儿子、兄长。他们守卫了疆土，都是铁血铮铮的好儿郎。可他们流血牺牲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换来的是叛国辱国的罪名，还有天下人的唾弃。最后，连白骨都无葬身之地。唯愿这8万帝家眷能因今日沉冤得雪，在九泉之下得到些许的安宁，也愿他们的亲人因此略感慰藉。这10年，每一年到了帝家军的忌日，整个晋南都是白帆碧天。每一年的年节之时，听不到任何的欢声笑语，因为他们妻离子散，血脉断尽。你身为大晋的太子，你能想象你的疆土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吗？雨下的这么大，太子殿下和帝大人去青南山的路，想必不会那么顺利。太子哥哥和紫元去接8万阴魂了。我虽不敢去见他们，但也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将军，您戍守边疆多年，守住了他们曾拼死保卫的土地，这便是对所有阴魂最大的高慰。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我要向陛下请旨，善待还活着的帝家旧部。帝家10年前元气大伤，残存的旧部恐怕很难再联系到了吧？帝家旧部大多散落在西北边境城池地区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暗中探查，已有了他们大部分的消息。这封奏折递到御前，这封密信发往西北。是。殿下，方才你被冷雨淋着，喝口热茶，暖暖身子吧。殿下，10年的时间真的很长，或许他们都已经拥有了新的生活，或许骆明熙说的对，他们都在努力的。只要这些人还活着，他们就无法安心。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死在万里之遥的地方，只是因为皇家的权欲和私心。殿下若是累了，就先睡会儿吧。睡醒了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到了。越是靠近青南山，我心里面就越清楚，纵使我穷尽一生，也无法站在他的身旁。我之前所有的努力、坚持、愧疚和弥补，甚至和他经历过的一切，在这8万条人命面前，都太轻，太可笑，太不值一提。
你也淋透了，拿这个暖暖。其实方才那些话，你大可不必对他说。但有些话，哪怕晚了10年、20年，他都应该听到。你不只是说与他听，也是说与我听。你将你所有的不甘心都说了出来，除了要一个公道和清白之外，你还要他们归还韩家欠帝家的半壁江山。难道你就甘心吗？如果现在我们回到靖南，我们就算再等10年，10年之后，难道靖南的百姓就能过上安乐的日子吗？你姓帝，你应该是那一方水土的庇护者。可是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如果想要夺天下的话，必然除了战争之外，不会再有第二个办法。天下大乱，靖南亦会大乱，你让那些无辜的百姓如何苟活？你不甘心的时候，你可有想过那些无辜的普通人吗？可韩家只掌这江山10年，贪官污吏横行，百姓民不聊生。他韩家早就没有执掌江山的资格，韩仲远也不配做皇帝。人生来。
你来了。你受伤了？无妨。来，坐。牢狱条件简陋，你且忍耐几日，我尽快救你出去。你身为公主，尚且能在边塞风餐露宿，我作为你的兄长，为何不能粗茶淡饭了？你到底因何缘故当街杀了左相？难道连我你都不愿说吗？安宁，你为大晋做的已经够多了，不要再趟进这趟浑水里。听我的，你及早离开京城吧，去到能让你开心的地方。你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不管？小时候都是你护着我，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你了。你长大了，我很开心。但是生在皇家有诸多无奈，万事并非尽力便能如愿。我理解你，但独自背负秘密的沉重，我更懂。哥，我们是亲兄妹。若是哪天你想与人倾诉了，我一直都在。好，快走。快去吧。安宁，不要和陛下起冲突。身为一国之君，他的无奈只会比我们更多。昨天晚上就没回来。更何况，和他寸步不离的温硕突然失踪，有关。小姐，如何？果然不出你所料，我按照你的吩咐潜入了左相府，
发现这个左相问题大了，我竟然发现了假的梅花内卫令牌。原来真的是左相。本以为一个古云年已经够坏了，没想到背后还藏着左相这只老狐狸。他何止是只老狐狸？我们和古云年彼此算计的时候，倒是成了他眼里的螳螂和蝉。骆大人，是我苑琴。深夜到访，所为何事啊？太子殿下与温公子之事，我或许知道一些线索。哦。你既然来找我，想必此事并没有告知紫妍吧？是。那你为何告知我，却对她有所隐瞒？小姐这些年过得太苦了，如今好不容易下了要回靖南的决心，我不想见她再卷入京城的风波。我想，这亦是大人所愿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带她回靖南的。不过日后由你和苑叔。你去查一查，当年五柳街温硕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是。你真的要放弃吗？殿下，我每次下到这一步就会下不下去，你分明就是在为难我。既然不想输，就去争取。就这样放弃，你真的甘心吗？啊！殿下，我下这儿。我输了。你这步棋看似莽撞闯入我的局里，却是大开大合、背水一战之下。不错。殿下，你不是也教过我吗？凡与敌战，若陷于危亡之地，必当激励将士决死而战，不可怀生，则胜。我一定要想办法出去。大人，怎么样了？温小公子还是没有找到。不过我们查到了一些别的事情。当年五柳街之事，是太子殿下一手谋划，并非苑情口中的偶遇。其实，我一直有一件事不解。太子殿下对谁都有几分疏离，可唯独待温硕，倒是不同寻常，如兄如父，捧在手中，看在眼里。你说的没错，可即便如此，这些又跟左相有什么关系？让寒夜非杀了他不可。
安宁给陛下请安，还请陛下保重龙体。你们兄妹俩，一个比一个放肆，让朕如何保重？朕知道你来所谓何事，不过这件事情就算是求朕也没有用。他当街杀人，而且是当朝重臣，就算是朕也不能罔顾国法呀。陛下，太子哥哥的心性您最为清楚，他所做之事都是为了大境，为了百姓。他绝不会滥杀一个无辜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奸佞，定是那左相有罪在先，他才会有此举动。你说的朕又如何不知啊？朕就只有这一个太子，朕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心血呀！过来坐吧。安宁啊，你看看，这些所有大臣的上书，都是要求朕严惩太子的。如果朕轻易放过他，就难以平息悠悠众口。他不坦白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，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就算是朕一力保全他，他日他登上帝位，如何取信于民？如何让众人臣服啊？安妮啊，就算是朕，也有办不了的事啊。你明白吗？安宁明白，是安宁的任性逼死了皇祖母，让陛下为难，让兄长身陷囹圄，是安宁不孝。安宁，不是你不孝，也不是你的错。你生在这皇家，有太多的无可奈何。这么多年了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朕虽然嘴上训斥，但是从来没有阻拦过你。那是因为朕想让你成为这皇室之中活得最开心的一个。可是没想到，到了最后，你却是活得最累的一个。安妮，你记着，无论京城发生什么，这么多年，你守卫边塞，护国为民，你安宁就是朕和大清的骄傲。看来你此前对左相的担忧是对的。原来那日在宫宴上刺杀韩仲远的，正是左相。没错，在华严山上刺杀你跟韩烨的，也是左相安排的。可怜这古云年聪明了一世，恐怕他至死都不知是替谁做了嫁衣。要说刺杀圣上本就是死罪，若将此事昭告天下，韩烨杀他便顺理成章，也不必深陷是非之中了。你嘴上说韩烨的事与你无关，但心里还惦记着他。我不过就是不想朝廷被这些居心叵测的人所掌控，奸佞一日不除，百姓一日无安。你现在连说话都越来越像他了。据签阅阁查出，古云年之前犯下的种种罪行，大部分都是由左相借着古云年这把刀来杀人的。
怪不得之前我们如何查都有种查不清的感觉，原来问题出在左相那里。那既然如此，韩烨搜集好证据直接交给韩仲远便是，为何还要当街杀人？资源，这件事由刑部来管，你就别参与了。我听说，朝堂之上，想要弹劾太子的人并不在少数。你放心，韩烨在朝堂之上绝非单枪匹马。资源，这件事儿，我不希望你卷进去。当然，这也是韩烨的意思。你们家主子当街被杀，府里的人连个小孩都看不住，都是一群废物吗？殿下，如今我方群龙无首，在京城能够信任的人只有您。这左相一死，确实许多计划都行不通了。骆明熙和任安乐似乎查到了什么，我们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。太子当街杀人，这可是闻所未闻的奇事。估计眼下的韩仲远正在为如何压下此事而焦头烂额呢。殿下放心，我们的人会继续上书，力谏严惩太子。把消息散出去，就说太子是为了帝家而杀人，再逼韩仲远一把。如此一来，大晋朝堂会更加混乱。是。一个个都在逼朕，不抗！陛下，您息怒，千万要保重龙体呀！这个太子委实冲动了些，这下可好，朝堂上吵成了一片。想要朕惩罚他的也有，保他的也有，整天看着打口水仗，朕早就看烦了。陛下，您有茶。这个太子，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，也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斩杀江瑜。这下可好了，朕就算想保他，他也办不了了。陛下，朝中各位大人都在请求您圣断。圣断？这些大臣啊，只看到了眼前的律法，看不到全局。朕只有这一个太子，大晋只有这一个储君，岂能按照普通的案件去办理？陛下，骆明熙骆大人正在着力调查。骆大人现已查明，除夕刺杀案、华元山刺杀案皆为左相所谋划。坊间传闻左相谋逆，也是风来有因呐。如此说来，太子当街斩杀江瑜，也算是情有可原。是。这些大臣怎么说？现在朝中大臣有的表示赞同，有人却觉得若高高拿起，轻轻放下，此先例一开，那人人要是杀人之后都以谋逆之罪为之，那我大晋岂不乱套了？这个说的倒是有些道理。就算是江瑜有罪，也应该经过三司会审。而且太子掌管着三法司，更不能知法犯法，逾矩行事。仅凭骆明熙一家之言，绝对难以堵住悠悠众口。陛下，坊间还传闻说太子首任左相与帝家有关，此前已闹得满城风雨了，不由得忍不说呀。吩咐下去，让骆明熙继续查，查妥当了，再来回复朕。
遵旨。大人，该施针了。回来再施吧，我出去一趟。大人要去哪儿？群臣逼韩中远，3日之内务必要找出左相所有的谋反证据，以及太子杀人的动机。左相罪行证据确凿，太子殿下又深得陛下倚重，在朝中素得人心，为何会有朝臣在此时谏言？都是左相生前笼络的那些朝臣。不过他们在这个时候站出来，背后一定有人在怂恿。或许此人才是藏身暗处借左相发力的源头。等我回来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此次前来，是要问你左相的事儿。你不用紧张，我不是来跟你翻旧账的。你跟左相那些刺杀的事儿，我不关心。我来是要问你，所有跟左相接触的经过，包括那些不起眼的细节，都要一五一十地告诉我。可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如果你告诉我，我就让你知道你从何而来。你真以为我想知道？如今你谁都不是，鸟倦知还林，虎死必首丘。你不想知道？好。小姐，您多少喝口茶吧。苑琴，去找骆明熙。小姐。苑琴，你还记得当时太子选妃时，左相推举了谁参选吗？北秦公主。小姐，你的意思是左相疆域，多半跟北秦有关。现在有证据可以证明左相谋逆，但左相又和温硕有什么关联？温硕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当年五柳街之事，世人皆以为是温硕救了太子，其实是太子救了温硕。当年五柳街之事，是太子殿下一手谋划。太子殿下对谁都有几分疏离，可唯独待温硕如兄如父，捧在手中，看在眼里。太子为什么要特意设计收温硕入府？左相想利用我是帝家后人的身份，联络帝家旧部。
帝家后人文硕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放人！韩烨，若要回我，我必让帝家陪葬。你敢？10年前的文硕，是他？不可能！文硕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去找大夫。文硕，姐，我别说了，进府再讲。原来韩烨当年竟将最大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文硕，你好点了没有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可知当时是谁把你绑走的？我只知道，那群人的衣着和那日在密林里假扮梅花那位的人一样。安乐姐，他们是同一拨人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，你不用管了。安乐姐，我在街上听说，殿下杀了左相，被关进了刑部大牢，重臣力荐，要陛下废除太子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件事情，陆明熙已经在调查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殿下他会无恙归来的。相信我的话，你就先好好养伤，等着殿下回来。好，好好歇歇。来，我先扶你躺下。明熙哥哥，我怀疑左相勾结北秦，已让院叔知会了琳琅。做得好，希望他查得证据，能够保得韩烨全身而退。时间不多了。大人，任大人，我们遣人去甲库查了左相的告圣文书，又抓了他贴身仆人讯问，发现他发迹于西北边陲之地，因太祖广揽人才，才在20年间步步攀升。他的母亲竟是北秦人。我这就去搜左相府，总能找到一些他和北秦人勾结的信息。照顾好文硕。韩烨，我们一定能救你出来。什么情况？陆明熙抄了左相府邸，查出来不少东西，包括我们获取的西北情报。那如此说来，这骆明熙便可对外声称，左相当时在传递情报，而太子当街杀了他，是在阻止情报的外泄。这一局还是让他们给翻盘了。既然他的身份已经暴露，那帝家就步这一步就不可再继续下去。你去善后，告诉下面的人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是。还有，之前搜集的所有情报都传回北秦，西北兵变之事提前。是。骆大人已经查实，江瑜之母实乃是北秦之人，江瑜他自己就是北秦的细作。这多年以来，他一直暗中勾结北秦，多次泄露大境的机密。殿下就是知道这一点，才在当街斩杀了江瑜。这个江瑜，在我大境为祸这么多年，
实在是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陛下息怒啊！江瑜他罪该万死，太子殿下手刃逆贼，为国除害，阻止了军情外泄，太子殿下无罪有功啊！赵福，在传朕的旨意，释放太子，同时将江瑜的罪证交予大理寺，尽快制出诏书，颁布京城各处。是。等等，给安宁传朕的口谕，让他好好查查西北边境军情的事。遵旨。殿下，太子哥哥，殿下，您受苦了吧？您有什么想吃的，回府上我给您做啊。我没事，都瘦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说没事？我真没事。倒是你啊，我听说你是自个儿逃出来的。臭小子，没有白费我的教诲。那是当然，也不看看我是在谁身边长大的。怎么了？无事。下的事情，劳累颇多。我做的这些，和寒夜当年为紫园做的那些事儿相比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大人何必妄自菲薄？当年是您让帝小姐免受岱山囚禁之苦，也是您这10年来一直为帝小姐在京中铺路。可10年前，抄斩帝家的圣旨一出，全天下的人都盯着太子府。因为太子凭一纸圣旨保下了帝家姑娘，在这风口浪尖上，他再做任何事儿，都会惹人注目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做了。我记得当时的传言说，帝竟爷因病死在了太子府。没错，可1年后，寒夜就把死人变成了活人。而且还当着天下人的面留在自己的身边，这份谋略和胆量，我自愧不如。可大人当时也将帝承恩唤作帝子元，那不一样。我做不到他那般谋划，把死人变成活人。这么想来，太子殿下当年救下温硕之时，也不过才10几岁。是啊，10几岁的他，依然为紫园做了那么多。殿下，殿下。殿下，您快吃啊！这几日您在牢里，肯定没吃好吧？快多吃点。看来，即便你被歹人抓了去，心里面依然惦记着精进厨艺啊。哪有啊！我惦记的明明都是殿下。殿下，您先喝口热茶。哦，这是我熬了几个时辰的鸡汤，您快尝尝。我不过是被关了几日，你这也太上心了。殿下，虽说你只是关了几日，但对于我来说，真是度日如年。
要不是为了我，要不是江瑜抓了我，你不会在大街上杀他的。此事与你无关。在你之前，我已从骆明熙手中取得左相作恶的证据。他为了钳制我，将你掳走。但他既然将手伸到了西北军中，我势必要斩杀他。那日，我被抓走了，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，听得见，说不出，动得了，出不去。那个时候，我真的觉得，自己难道要死在这里了吗？当我意识模糊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殿下您。虽说我是个孤儿，但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活在世上。殿下，你教我养我，庇护我成长，这些温说都记在心里，感恩肺腑。傻小子，说这些做什么？殿下，我只是想说，您千万不要出事，更不希望因为我而出事，不然我会一生有愧。不说了，殿下，你快吃吧，我给您夹。趁热新鲜的，还有这个，您快尝尝啊。子源，今言长大了，长得很好，你放心。等我找到合适的机会，我就把它交到你手里。林良，我终究还是没把温硕就是帝金言的消息告诉子源。您这么做，必然有您的考量。不过是我的私心罢了，因为我怕一旦让他知道寒夜这么多年为他所做的，他就更放不下了。将军，栾北，你怎么有点心不在焉的？属下是在想，太子殿下的事能够圆满的解决，将军总算可以安心了。是啊，太子哥哥无事，我也可以安心的回西北了。只是一想到江宇在我大晋兴风作浪多年，我便如鲠在喉。北秦人敢在我朝堂上安插奸细，说不定我眼皮子底下也安插了人。属下即刻去清查晋中左相余党，绝不让北秦人再有机可乘。京城有太子哥哥和骆大人，我放心。但是回西北却是一刻都不能再耽误了。回去之后，你务必在军营上下查探清楚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是。我要回西北，子源也要回晋南了。从此我们又要天各一方。哥哥，这几日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你都没来找我，我都担心死了。哥哥，太子殿下已经没事了吧？他没事了。
那就好。对了，哥哥，那个左相真的是我们北秦人吗？那他被太子殿下当街斩杀，接下来会不会连我也会被赶出京城啊？太子殿下已经没事了吧？他没事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哥哥，那个左相真的是我们北秦人吗？那他被太子殿下当街斩杀，会不会连我也会被赶出京城啊？双儿，有哥哥在，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安全的。莫双一切都听哥哥的。哥哥可是还有什么别的事？有些事情，哥哥原本不想把你牵连进来，只是我是哥哥在这世上最亲的人，若哥哥有事需要莫双助力，莫双一定竭尽所能。好。你不必谢我。之前我为了争太子妃之位做了不少错事，况且凭骆大人的聪明才智，即使没有我的帮助，他也一定能查清楚真相。此事还是多亏了你。其实你今日不来，我也打算见你最后一面的。我做了10年弟子园的梦，10年一梦，也是梦该醒的时候了。其实这件事情从一开始，就是我们对不住你。毕竟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要离开这里了。你要去哪儿？你想去哪儿？我替你安排。不用了，我要回家了。骆大人做事缜密，连路边捡的一个乞儿都会调查出处。不过我倒是要谢谢他，如果不是他，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。何日启程？明日。弟子园，天高水远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穆青，这里就是他们喝酒玩闹的地方。不过他们可能不会再来了，毕竟物是人非。物是人非。可是，我怎么还能感受到他们在此间的欢声笑语？如果可以选择，我也想在此跟他们把酒言欢。
你有你自己的人生，你已经抓住了它。母亲，你说的对，这里不是我能久留的地方。离开了京城，我就自由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。走吧。太子哥哥，骆大人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这满桌美食怎么没有酒啊？说的对，我让琳琅去拿。哎，用不着，此间不就有酒？这可是骆大人的姻缘酒啊！过2日，我就要回西北了，子元也要回晋南了。今晚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喝大酒了。自我回京城起到现在，中间发生了太多事情。我知道，可能再也回不去当初了。今晚就让我们抛开之前的种种，大醉一场，如何？大醉一场，如何？今晚谁不喝，谁就是小狗。来，舍命陪君子。干干！你酒量那么差，还要喝？我当下比你要清醒些。我可清清楚楚的记得，你带着3万水师来求娶我时的恢宏场面啊！说实话，替子元，你当时那副混蛋模样，我还真的有点心慌。子元，敢轻薄太子哥哥，属实厉害呀！我当时听说啊，这儿有个女土匪要抢占你，我想着这世上有比我更泼辣之人，这得见识见识啊！没想到，居然是你！那我自然还是比不上安宁公主啊！当时一入京就来到这凌香楼，非要跟我打架，那豪横做派，我自愧不如啊！那日打得可真痛快，自那后便没这般了。
那要我说做派啊，还得看我们太子殿下。就太子殿下下江南那几番作为，虽然我没去，但只是听闻，那都让人神往。面对那么多失控的难民，临危不乱，确实勇猛。说起来，我还是更佩服你。啊，何人不知京城骆明熙的名字有小儿指提之效啊？啊！用通俗点的话，就叫做干一行，爱一行。我那些审问犯人的手段啊，那都是我一点儿的心血研究出来的。哪个犯人不怕？来，这要说名声啊，那还是太子殿下更胜一筹。就光为弟子园不娶这一件事儿，他就唠唠叨叨、反反复复说了10年多，这整个京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太子殿下，你要娶的弟子园就在你面前，你为何认不出来啊？啊？还有你儿时的朋友就在你面前，为何这么晚才认出来？你和骆明熙，一个在水匪堆里长大，一个在刑部摸爬滚打。我和安宁，一个是养尊处优的太子爷，一个是征战沙场的女将军，谁懂得你们这些弯弯绕绕啊？就是啊。那如此说来，确实是我跟子源欺负你们了。那可不是。来。殿下，我们根据您发的情报，已经集结军队，只等您一声令下，我们便可以连下数座城池。随后，只要再拿下青南，我北秦铁骑便可长驱直入，直取晋国都城。我很快启程西北，届时正可以和边境大军里应外合。虽然还有许久才到你的生辰，但如今看来，我是赶不上为你庆祝了。
陛下，前线传来战报，边境数座城池倒戈，定是江羽死前谋划许久，对我大晋从城池内部侵蚀。好一个江羽！我们的边境现在还有多少兵马可用？唯有臣执掌的青南城，以及唐时将军执掌的均县城尚有兵力。陛下，边境防御已然岌岌可危，臣自请回西北，请陛下恩准。不行，倘若北秦此时出兵的话，你一个人实在是孤掌难鸣。臣是大晋的将军，将军的天命就是护国护民。好，朕允准你的请求。臣叩谢陛下。阿宁，你不仅仅是西北的将军，你还是朕的女儿。臣走了之后，也请陛下要保重龙体。撤！安宁，哥哥，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想给你带些折云膏，但时间太紧了，来不及买。等过几天，我托人给你送过去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而且这些东西，冷北都备下了。安宁，去到西北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放心吧。冷侍卫，好好协助我妹妹。殿下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将军的。安宁，子元，安宁，要走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，还好赶上了。这个给你。官场1年，还学会送礼这套了？你喜好喝酒，烈酒伤身，有了这个，你喝酒能有些分寸。子元，哥，你们是京城对我最好的人，在京城的这些日子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保重。你也是。走了。一路平安。撤。云姐，你和安乐姐能不走吗？
小姐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。那你呢？你也没有吗？哦，渊洁，你看，我现在有了进宫令牌。你不是一直想看御禁馆收藏的大漠孤烟图吗？里边还有太祖编撰的孤本、失传的棋谱，我知道你都喜欢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的。那小姐怎么办？安乐姐，她不会阻止你留下的。她多年来韬光养晦，从未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着的。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陪在她身边。开心，因为你明明有机会可以逃跑的，但是你却留下来照顾了我的小百姓。太子殿下喝了我的酒，可就是我的人了。然了，我认识你，你和子渊一样，都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活着。已有数座城池被北秦控制，一旦北秦发起突袭，攻破青南山，便可直捣我大晋腹地。将军，经属下查探，所有失守城池的将领，或被暗杀，或被策反。若无详细的军中名单和地图，北秦军定难以做到。必然是以左相为首的北秦细作混入了我军中，窃取了军机情报。可恨北秦人狼子野心！你立即去查所有人的身份与来历，尤其是今年的新晋士兵。绝不能放过这些细作。是，我军中人员的详细信息已大半记录在册，属下定会速速清查。
为防万一，我们从京城带回的人也不能放过。是，快去吧。将军，您一路风尘仆仆，要不要先歇息，再看军报？北秦蓄谋已久，两国大战一触即发，此时不但不能歇息，还要加倍打起精神。大人，太子殿下来了。骆明熙啊，骆明熙，我与你相识这么多年，也没见你带我来这别致的栖身之地啊。这是臣起居的地方，为何要带殿下来啊？别人来的，为何我来不得？你若是像琳琅一般貌美，又会服侍人，那你可以天天来。你也知道，我说的别人不是琳琅。你和他就是在这里谋划的一切啊？是啊。他到哪儿了？只要离开了京城，到哪儿不都一样吗？你嘴上说不在乎，但却对着陈年旧物在这睹物思人，你还真是口是心非啊！我何时对你口是心非？倒是你，骆明熙，这些年来你瞒我不少。我知道，你这10年来所做之事，都是为了给帝家正名。但我要感激你，感激你这些年来帮我不少，更是要感激你竭尽全力护住了紫园。太子殿下为紫园做的事，也着实打了我的措手不及啊！来，敬殿下，凭着一腔孤勇救帝家遗孤于水火，实属不易。骆明熙，你可曾记得许多年前你我下的那盘棋？这枚白棋原本不在这里，不知是谁的袖子碰到了，错了位置。明明是黑棋错了子，是白棋。白棋就白棋，就算棋盘乱了，也还是我胜。棋盘一乱，此局就要作废。何必守着原先的棋局？殿下自有学习帝王之术，难道不懂得权衡和变通吗？骆明熙，你说话从来这么不客气吗？哼！好了，一枚棋子错了便错了，争论又有何意？再来一局可好？不。即便我是太子，你也不肯退让我分毫，从小到大皆是如此。我就这性子，以前不会改变，以后也不会变。韩烨，温硕的事儿我没告诉子源。我知道，你既然能够查出左相是北秦细作，自然也能够查出那日我是因何事被他逼到极致。既然子源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任何，那想必你也没有告诉他，他的亲弟弟帝俊言，如今依然活在这个世上。
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，你都没说，我又何必替你出风头呢？不过，我觉得地禁言的事他有权知晓。我还没想好该如何告诉他。更何况，地禁言比起弟子元更加是欺君之罪。是啊，虽然他走了，但是京城依旧暗潮汹涌，从来都未曾变过。这如今，更是北秦犯边，大境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。哎，你看那儿。 殿下，殿下，奴才刚到门口便得到消息，四方馆走水，火势太大，清源军刚刚把火扑灭，北秦的莫霜公主没能救出来。你说什么？北秦的莫霜公主被大火烧死了。四方馆走水，未能及时救出莫霜公主。 陛下，臣以为四方馆走水，并非偶然。此话怎讲？回陛下，四方馆戒备森严，怎会突然失火？更何况，我们到目前都没有找到莫霜公主的尸首，所以此事不像是意外。如此看来，皆是有心人在布局啊！目的呢？战争。北秦想要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，莫霜公主的死，就是发动战争最好的借口。北秦大境必有一战，陛下，北秦想要的不只是西北，而是整个大境。好一个北秦！速派使臣前往北秦，力修邦交，不动兵戈最好。虽然此前种种已经是不宣而战。 与其等对方下战书再做行动，不如先发制人，有备无患。是。传朕的旨意，800里加急送往青南城，令安宁严守边境城池。是。 翻不来，翻不来，还是舞刀弄剑时候。你呀，总要把性子沉下来才好。要不跟小姐一块钓鱼去吧？钓鱼？算了算了吧。你看我这头上，是不是都闲得长草了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咱们现在这日子 过得还挺滋润的。是啊，我更想让你知道，你对我很重要，我的身边需要你，所以我想以太子的名义恳请你留在我身边。我曾经对一名叫做冉安乐的女子动过心。 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弟子元。
姐，你上钩了。小姐，你看，好大的鱼啊！袁琴，交给你去处理吧。好嘞。小姐，方才睡得可还好？方才做了个梦，但是现在已经醒了。回去吧。好。站住！京城来信。小姐，发生何事？要打仗了。四方馆走水，莫霜消失无踪。大晋北秦之间，恐怕再无宁日。还有一事，我们抓到一个北秦细作，从他身上搜到了这封密报，上面记载了他们的人在大晋所做之事。莫霜消失，定是北秦人为发动战争刻意设下的局。白征，你速去军中查探，确保没有漏网之鱼。是。这些事情居然全是北秦人做的，我大晋竟然漏得跟筛子似的，实在可恨。北秦公主参选太子妃，这应该是先前的使臣。你对北秦消息倒是灵通啊。你昨晚去了哪里？属下。安宁姐姐，你别怪冷北哥哥，都是因为我。安宁姐姐，将军，看您近来心情不太好，所以我把莫霜给叫来了。陛下小心！他和北秦公主如此亲近，还有那刺客的身形、伤处，搜寻细作，仅凭白征一人，我不放心。冷北，你也去营里仔细查探。是。夕宴上的刺客果然是你，不错，将军好眼力。冷北，你为何要背叛大晋，背叛同胞，背叛我？快告诉我，将营在哪里？将军，将军，白征求见。快告诉我，将营在哪里？将军，将军，白征求见。进来吧。何事？哦，我方才想起刚才的名单上有所遗漏，即刻将人民补齐送上来。你先备着，不过
将军突管劳累，需要休息。若是需要，自会命我去取。可此事紧急，将军不紧急，将军自有定夺。是。大火前，莫双有意支走了身边的奴仆，独自留在了房中。那就说明我们分析的没错，这四方馆大火确有蹊跷。我猜，8成这莫双公主根本就没死。大人，太子殿下，靖南来信。若我没猜错，是紫渊执意要上战场吧？如今西北形势告急，安宁孤军奋战。若是他能置身事外，他就不是帝子渊了。琳琅，马上备车，我要进宫。是。我同你一起。好。没用的，附近的人都被我遣走了。这迷香一旦起效，你就不会有起身的力气。冷北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这里气候寒冷干燥，我在集市上买了桂花发油，你记得梳洗之后涂在你的发梢上。你欺骗我，利用我，现在何必在这里惺惺作态？利用你，说明你至关重要。大靖是你的故土，靖南城有许多无辜的百姓，你为何要背叛家国？你不是大靖人。安宁，只要你能好好听我的，我定能保你性命无虞，你以后照样能享荣华富贵。怎么样？将军，冷护卫说您突染时疾，需闭门静养，我专门为您准备了安神香。将军，将军。真让我恶心！冥顽不化。
参见陛下。平身。洛清，你先说。臣此次前来，是受帝子元所托，时间紧急，他远在靖南，不便亲自觐见。呈上来。可你想过没有？你可是朕唯一的儿子。臣曾对陛下言明，此生唯愿尽心辅佐陛下，愿大晋国祚永彦。当年朕也是先帝的嫡长子，本应该是名正言顺的大晋太子。可是呢，先帝一生都没有相信过朕，以至于让朕这个嫡长子在朝中过的是举步维艰。韩烨，你也是朕的嫡长子，朕当年失去的，一定会双手全部奉给你。朕这一生，纵使负尽天下人，但唯独对你费尽心血。如果你还有一点为人子的本分，你就给朕活着从西北回来。拜别陛下。小姐，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还有，太子韩烨将亲自挂帅。
安宁是我此生的挚友，如今他独木难支，我自不能袖手旁观。还有寒夜，他们二人在我生命中留下的痕迹实在是太重，我割舍不下，也忘却不了。子言，你我一别，竟将与乱世重逢。往后你我之间，韩地两家之间，不知会何去何从。冷大人，近日一直未曾看见将军出来巡视，饭菜也都是由您亲自端进去的，不知将军是否身体不适啊？将军身体一切正常，只是他近来都一直在看线报。属下之前呈报过一些关于细作的消息，但一直未曾得到回复。今日我有些新的想法，需要跟将军面谈。将军刚才已经睡下了。他说了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能擅自入内，否则按违抗军令处置。就不该让你知道我的住所，我这点好茶又要被你喝光了。这批次的茶更加浓香纯正。我申总了。我何时说要送你了？不白喝你的。知道你喝药怕苦，一物换一物。这一盒蜜饯换我一盒好茶，这就是你的君子之风。身边有个蛮不讲理的任安乐，还有个狐狸心肠的你，我这君子啊，很难不是近墨者黑啊。怪我了。这花苞湛蓝如玉，清雅俊丽，想必盛开之后也是极美的。这是我为子言种的长丝花。长丝花在靖南就极其罕见，到了京城更是难种。还是你做的事情最合紫云的心意。与你比起来，我送到岱山上的那些礼物，那是更加一厢情愿了。寒夜，子元的安危我守护了10年，他此次奔赴战场，如果他有什么闪失，我定不会饶了你。你放心，我定会以性命相护。只是，我若是在战场上殒命了，也请你继续守护子元。你也不能死。你若死了，我这些茶叶不得白白浪费了吗？撤！撤！我方士兵已蓄势待发，只是大晋军队仍在固守，还请殿下速战速决。统帅一出，青南城便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殿下，诸位将士都想为公主报仇，
我们的公主绝不会白白死在大境。我会让北秦的计划顺利进行的。公主，你若只是公主多好，还是梅花桩最衬你的模样。听我一句劝，你现在把江印交给我，还来得及。你对北秦如此熟悉，你根本就是北秦人，对不对？公主果然聪明。可既然如此，你也应该明白，以我们北秦的兵力，即便是拿下了青南城，也只能占领西北。你们大晋如此大的疆域，为何要盯着区区一个西北不放呢？寸土不让，是我身为大晋子民的原则。大晋的边疆，我会用命守护。想要江印，无非是想假传军令，逼我大晋退出青南城。我不会让你得逞。眼下你还执迷不悟，我怎能保住你的周全？将军，属下有紧急军情，可否进帐？将军身体不适，正在歇息。可军情紧急，一定要将军定夺。什么军情？借一步说话。到底是什么军情？狼狈是奸细，抓住他！白征，你可别贼喊捉贼啊！他才是奸细。我乃将军的贴身侍卫，我的话你们都不听了吗？好你个白征，背叛大晋！居然还敢污蔑我！谁是奸细？进入帐中一对便知。他控制了将军，你们快去救将军！我说了，将军劳累需要歇息，你们谁敢进去？狼狈是奸细，给我杀了他！将军，你没事吧？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！将军，喝药吧。将军，您长期被药物控制，又几日未曾进食，手脚难免会酸软，加上急火攻心，您需要好好休养。暂时吃紧。大晋的安危比我的命更重要。这几天青南城守卫如何？按照将军之前的命令，
我已将青南城守卫增加1倍。据斥候回报，北秦军暂无异动，但我已吩咐下去，随时做好守城战的准备。增加岗哨的班次，北秦军随时可能会偷袭。是。将军，属下失职，竟一直未能发现将军被冷北挟持，请将军责罚。起来吧。他随我征战5年，我都没能看出他的狼子野心，又怎么能怪你呢？我要写封信给骆明熙，让他去查一查冷北的身世。宣陛下口谕：漠北，你身为北秦皇子，潜伏在大晋公主身边多时，竟还不能够杀她，无用！延误了我们起兵的计划，还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蠢货！我北秦不是大晋，朕也不只有你一个儿子。我北秦以强者为尊贵，谁能够拿到首功，方有资格坐我的位子。你好自为之。臣明白。殿下受了伤，赶紧起来吧。咱家也只是传话，还望殿下多多包涵。我知道，有劳公公。青南城一战，陛下很是看重，漠北殿下一定要慎重啊。还请公公多替我美言几句。您的身份特殊，咱家也只能尽力而为之。大人，信已经送出去了。那就好。希望安宁公主能尽快收到信。我们在北秦势力十分有限，这一次能这么快查到冷北的身世，辛苦你了，琳琅。都是琳琅分内之事。这次我们动用了在北秦所有的暗桩，才找到他母亲身边的婢女，这才查到冷北的真实来历。冷北，漠北，谁能猜到他竟然是北秦的皇子？不过他虽然是皇子，却是被厌弃的庶子，身世和来历全都被抹去了，所以我们在一开始调查的时候才会一无所获。但他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，就这份心机，如果让他登上了北秦的皇位，那这天下岂不危矣？冷北在安宁公主身边潜伏多年，真是居心叵测。安宁公主知道了，一定十分伤心。放心吧，安宁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。她以前只是对冷北不设防，但如今她知道冷北的真实身份，我相信第一个想要杀他的人就是安宁。琳琅，你去替我准备一下行囊。大人要去哪儿？如今这莫霜之死，导致西北战局愈发堪忧，北秦必将发起大规模进攻。军县城有韩爷和子元，青南城只有安宁一人，又遭冷北背叛，如今难以抵挡。陛下已下旨，委我以中郎将之职，即日领军，驰援安宁。
郡县城守城主将唐师见过太子殿下。不必多礼。如今边境战况如何？回殿下，如今大晋西北只剩青南和我们郡县2城尚未失守。青南山是西北边境最重要的军事隘口，若是失守，北秦便可长驱直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郡县城，则是最大的民用隘口，我们必须守住了，才能为青南城备战赢得时间。殿下和安宁公主肩负着整个大晋的存亡。国战将起，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大晋的存亡。可眼下这般士气，如何守城啊？诸位，我是大晋的太子，我奉陛下之命前来守城。陛下，您是太子。我既然来到此处，定与诸位戮力同心，人在城在，保我山河，护我子民。是与殿下共进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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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将军，骆大人来信。原来他叫漠北，北秦皇子。皇子怎会甘愿做侍卫，还卧底多年？他的生母是宫中杂役，因此不得北秦王喜爱，又因出身卑微，受尽旁人唾弃。这片土地不是便会被战火所席卷，全是我的错。将军，这不是您的错。将军，新到的书信。太好了，太子哥哥抵达了郡县城，子元也在路上了。白征，让将士们鼓起劲来，等骆明熙的援军一到，我们必胜无疑。是。两国交战，不知又有多少人会流离失所，也不知安宁现在如何了。唯有尽快结束这场战争，才能避免更多人受到伤害。正是。我们要加快行军速度了。是。殿下，您的伤不碍事。报，禀殿下，大晋太子韩烨已经抵达郡县城，弟子元也将在不日抵达西北。这青南城本就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眼下弟子元的靖南军作为先锋逼近。要是再与大晋的军队会合，我们难有胜算。一定不能让弟子元到达边境。是。殿下，情报上到底说了什么？北京想要伏击子元。那安乐姐她，我带兵前去支援。文爽，替我守着郡县城。好。殿下，万事小心。
殿下，军队已集结完毕，就等您的命令。消息可都传出去了？是，一切都如您所料。立刻集结所有的将领。是时候大举进攻青南城了。是。安宁，如你所愿。只剩最后一兵一卒，一人一剑，绝不可以让这些北秦人占我青南城。援军已经在路上了，等他们一到，我们定能赢得胜利，逆转乾坤。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，好好坐着。将军，喝口水吧。白征，咱们现在还剩多少人？如今青南城已不足1000人。将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请将军撤退。如今我们所剩的兵力，就算拼命去抵挡，也挡不住北秦。我不会退的。一起来吧。可将军，您不只是将军，您还是我们大晋的公主啊！正因如此，我才更不能退。我退了，咱们士气就散。可是将军，骆大人的援军现在还迟迟未到，恐怕会来的。子远，你到郡县城了吗？等这场仗打完，我守住了青南城，是不是就可以堂堂正正站在你面前，做回那个恣意逍遥、富贵安乐的公主了？将军，
我们截获了一封北秦的密信。将军，怎么了？紫渊陷入了埋伏。报！大人，前方发来一封密信。靖南军队行军途中，遭到北秦军队埋伏。随我调转行军方向。大人，前方就是青南城，我们要去哪儿？弟子元在军县城被围，我们去营救他。大人，我等奉陛下谕旨前往支援青南城，若非有军令下达，我等恕难从命。青南城还有安宁将军驻守，还可以拖延几日，但帝大人等不了。这是军令，陛下任我为中郎将，负责的就是调兵遣将。尔等谁要不从，休怪我军法处置。走。小姐，你受伤了，无妨。北秦军战斗力果然很强，继续。是。小心！小心背后！多谢。不必。